我妈住院第3天，去窗口续费时发现账单多了一笔9块钱的药，处方单上没有这个药名，问收费员，他不耐烦。医生开的，问医生去。找到主治医生，他扫了一眼说可能是系统自动带的，我让他取消，他皱眉。9块钱值得跑一趟？回到病房，我妈拉着我的手，闺女别闹，这个床位等了2个月才排到，千万别得罪人。我哥打来电话更难听，闲花钱你别管了，我来。可他不知道这个床位不是排队排来的，是我求了退休恩师周教授，医院的终身特聘顾问，一个电话才安排进去的。他1年到头不来看一次，倒是说得出这种话。既然9块钱是我斤斤计较，那这个床位也不用我守了。我打电话通知周教授，准备给院长办公室的电话5分钟之内打到了病房。值班护士接起电话说了几句，把听筒递过来。那头不是院长，是个年轻女生，自我介绍叫孙可欣，说是院长助理，院长让她来了解一下情况，语气不冷不热，带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处方单上没有的药出现在账单里，名字叫辅助营养素，每天9块。孙可欣在那头敲了几下键盘。系统显示赵医生已经帮你取消了呀，可能有延迟，明天刷新就好了。我问为什么处方单上没有的药会出现在账单里，他不耐烦起来。那我怎么知道？你问医生去，明天再看吗？说完直接挂了。我坐回折叠椅上，打开手机上的患者端 app， 逐条往下翻妈住院以来的全部费用明细，那笔9元还挂在上面，往前翻，前天有，大前天有。住院13天，每天一笔辅助营养素 9.00 元，合计117块。我把每一条截图存好，去护士站打听这个辅助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值班护士翻了药品送达签收记录，没有这个品名，看了看走廊方向，压低声音说了句：这个你得问医生，我们不清楚。说完就走开了。回到病房，妈已经睡了，输液管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往下落。我坐到折叠椅上，把13天的费用截图逐张整理好，建了一个专门的手机文件夹。深夜，哥哥顾晓明发来一条微信语音，背景里夹着电视声和嫂子的笑声，大意是妈好好的，你别搞事，9块钱至于发这么大火。全程没问一句妈今天状况怎么样。我没有回复。凌晨翻开跟周教授的微信聊天框，白天打电话给他时他在外地学术交流，只说了一句我跟丽华说一声，你有事直接找他。院长确实来了电话，但只派了个女儿来敷衍。我想了想，还是没把多收费的细节告诉他，他年纪大了，不想为这点事再让他操心。锁了屏，对着妈那边闭上眼，怎么也睡不着。手机又亮了一下，孙可欣发来微信，提醒你哦，转院手续很麻烦的，而且现在哪家医院都不一定有床位，想清楚。后面跟了一个笑脸。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锁屏。第二天一早，嫂子吴萍在30多人的家族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大意是小唐在医院因为9块钱跟医生大吵大闹，差点害妈被赶出院，末尾加了一句，我就问一句，到底是9块钱重要，还是妈的命重要？亲戚们纷纷跟上来。二姑打字最快，9块钱也好意思闹？你爸走的时候怎么交代你的？表姐扔了个无语的表情，跟一句丢人。更远的一个堂叔私信哥哥说管好你妹。从头到尾看完所有消息，我一条都没回。打开手机备忘录里的一个文件，2年来我替妈垫付的所有医疗缴费单和转账记录，金额合计197400元。我把缴费截图一张张发到群里，配了一行字：2年来妈的全部医疗费清单。哥，你说你来，那你来，我等你。群里安静了整整4分钟，没有一条回复。哥哥没在群里说话，私信发了过来。你发这个什么意思？我是没钱吗？我在攒钱给妈做大手术用，你别在亲戚面前卖惨，丢的是我的脸。紧接着吴萍在群里又冒了头。小唐啊，你哥在外面风吹日晒赚钱多不容易，你在医院陪个床就喊累，哪家妹妹不是这样？大家互相体谅吗？后面缀了一串玫瑰表情。我关掉群聊。
去医院给妈送饭。经过护士站时，两个护士正在低声说话。赵医生又给302加了一个辅助营养素，那老太太连账单都不会查，这都第几个啦？我停下了脚步。送完饭后，看了眼隔壁床的陈奶奶，老人正费力地举着老花镜看缴费单。我走过去帮她看了一眼，辅助营养素9.00元赫然在列。陈奶奶茫然地抬起头。闺女，这个药是什么？我怎么不记得护士给我吃过？我没有马上回答，拿出手机把她那张单子也拍了下来。我拿着妈的账单，在同病区一个一个问过去。5个家属里有3个查出了同样的问题，但都选了沉默。人在屋檐下，别得罪医生。陈奶奶的女儿林姐是唯一肯说话的，她妈住了21天，也是每天9块，合计189元。拿着收集到的多份账单去了患者服务中心，接待的人扫了一眼，让我填表等通知。我坐在大厅的塑料椅上等了2个小时，没有人来找我，去敲门催，被告知负责人今天不在，直接上4楼找院长办公室，秘书拦在门口。院长在开会，你预约了吗？我说没有，但事情紧急。那就等会儿结束吧。在走廊又等了将近3个小时，终于看到院长孙丽华从会议室出来，我迎上去刚开口，孙可欣从院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显然一直在里面。他看清是我，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烦，转头跟院长说了句：妈，就是这个人，昨天那个9块钱的。院长看了我一眼，对女儿摆摆手说：你来处理。转身进了办公室，把门关上了。孙可欣把我带到走廊尽头，双手抱胸斜靠着墙。说吧，又怎么了？我把多份账单摊开给他看，不止妈的，还有其他老人的。他扫了一眼。系统统一匹配的营养补充，全院住院老人都有，很正常。你要觉得不合理，可以写书面投诉走流程，我们会处理的。我说我就是在走流程，等了5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回应。他冷笑了一下，凑近一步压低声音：我们每天那么多事，你以为就围着你一个人转？随即又往前靠了靠，声音压到只有我能听见的程度。我劝你想清楚，你妈的床位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想待就安安静静待着，不满意随时可以出院，我们不缺病人。说完转身走了，高跟鞋声一路敲进院长办公室。我站在走廊里，后背的汗把衣服粘在身上，深吸一口气走回病房，妈正在午睡，呼吸平稳。坐在折叠椅上拿出手机，把刚才跟孙可欣的对话过程用备忘录完整记了下来。傍晚给妈喂完药的时候，我注意到今天换的药跟之前包装不一样，翻出前几天拍的药品照片对比，之前是某品牌的进口心脏维稳药，今天变成了包装简陋的仿制药，批号产地全不同。举着2张照片的手开始微微发抖。一早拦住查房的赵健，把2种药的照片举到他面前，问为什么换了药。他瞟了一眼，效果一样，医院药房正常调配，你又不是学医的，你懂什么？我说，进口药和仿制药价格差了3倍，账单上收的还是进口药的钱。他眼神闪了一下，不说话了，扔下一句：我查查，转身就走。查房结束不到1个小时，护士长推着一辆空病床走进来，通知妈要调整病房，从3楼双人间搬到走廊尽头的临时加床，理由是病房紧张，需要腾床位给重症患者。我问什么时候能调回来，护士长不看我，不确定，等通知吧。妈被推到走廊临时加床位，过道窄，来往的推车和家属不断擦过床沿。中午的时候，一个送餐推车经过碰到了输液架，针头在妈手背上扯出一道口子，血珠渗出来，混着淤青肿了一片。妈咬着嘴唇一声没吭，抬头看见我的眼神，才小声说了句：没事，妈不疼。我蹲下来给她重新固定针头，手一直在抖，直起身拨了哥哥的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妈被挪到走廊了，输液管被碰到，手肿了一大块，你能不能来一趟？那头先是沉默了2秒，然后炸了：谁让你去投诉的？搞成这样你满意了？都是你逞能，你消停一点，妈会被挪出来。嫂子的声音紧跟着从旁边插了进来，清清楚楚：
顾小棠，9块钱买个安生你都不肯，我就问一句，你是不是巴不得妈死了好继承房子？电话被挂断，妈就躺在旁边，走廊里没有隔音，那些话一个字不落，全进了耳朵。她的嘴唇哆嗦着，眼泪顺着眼角流进枕头里，拉住我的手腕，声音抖得几乎听不见。闺女，要不咱把那9块钱补上算了，妈不想你为难，求你啦。我握着妈的手，说不出话。走廊那头传来高跟鞋的声音，孙可欣路过，停在床尾看了一眼，掏出手机，动作利落的扫了一个9元转账给我，举起屏幕晃了晃。那9块钱退你了，别闹了行吗？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旁边一个家属看到这一幕，小声跟身边的人嘀咕，啧，就为9块钱，至于把自己妈折腾成这样？走廊里的日光灯嗡嗡响，妈闭上眼不再说话，泪痕还挂在脸上。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孙可欣转来的那个9.00元，上面还有一行备注，小田，不客气哦。全世界都在说9块钱是小事，我盯着那个数字，拇指慢慢移到了屏幕右上角。我把孙可欣转来的9块钱原路退回，没有附任何文字，攥着手机走到楼梯间，拨通了周教授的号码。这一次没有省略，也没有轻描淡写，从第一天发现9块钱多收费开始，赵健的敷衍，孙可欣的威胁，妈被挪到走廊，输液管被碰到手肿了一片，要被偷偷换成仿制药，每一件事都说了。最后我说，教授，同病区至少5、6个老人都有一样的问题，不只是我妈。电话那头沉默了10几秒，周教授只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孙丽华。挂了。我靠在楼梯间的墙上，盯着天花板。不到5分钟，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2个护士小跑着推来一张干净的病床。值班护士长一路喊着301双人间靠窗位腾出来了，赶紧带回去。护士长跑到妈床前，语气180度转弯。顾阿姨，不好意思，刚才搞错了，您的床位已经调回去了，靠窗的位置阳光好，行不行？妈茫然的看看他，又看看我，我没解释，只把被角掖好。走吧妈，回病房。刚安顿好，赵健出现在病房门口，态度恭敬的像换了个人，亲自来给妈检查手上的淤青，重新更换输液针头，嘴里不停说，阿姨这手怎么伤了？我给您换一套进口的，效果好，舒服。连药都换回了原来的进口品牌。妈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反而有些不安，趁赵健走后小声问，闺女怎么了？他们怎么突然这样？我拉着她的手笑了笑，没事妈，该怎样就怎样，你安心养着。手机震了一下，周教授发来消息，一诊下个月的安排先放一放，等我回去再说。我回了2个字，好的。窗外天色暗了下来，妈在干净的病床上安稳的睡着了，呼吸比在走廊上平稳了很多。我坐在床边盯着周教授那条消息，想了很久。手机又亮了，孙可欣发来一条，姐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有时间聊聊。后面跟了3个笑脸，跟半小时前的嚣张判若两人。我没有回复。第2天上午，院长孙丽华亲自出现在病房门口，脸上挂着职业微笑，手里提着一袋进口水果。进门先跟妈寒暄，夸她气色好，妈受宠若惊的要坐起来。孙丽华把我请到走廊单独谈话，语气亲切但暗含恳求。小顾啊，周教授昨天打了电话来，我确实很重视，9块钱的事是底下人操作不规范，我已经让财务核查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我没接话，把手机里整理好的多份患者账单截图递过去。不只是我妈，我在病区问了一圈，至少5、6个老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她的笑容微微僵住，但迅速恢复。可能是系统设置有点小问题，我马上让技术排查。小顾你放心，你妈这边我亲自盯，给你们换 VIP 单人间，所有多收的费用翻倍退还，你看行不行？我问了一句，其他老人的呢？孙丽华卡住了，笑意消失，沉默了好几秒。我接着说，还有，我跟周教授说了这边的情况，
他说下个月的义诊先暂停。他脸色骤变，职业微笑彻底挂不住了。义诊暂停，这不至于吧？那么多患者排着队等呢。周教授每年4次义诊，每次2天，带来上百个后续就诊的患者。更重要的是，3甲复审在即，义诊是这家医院最大的加分项。这个义诊项目2年前由我一手促成，所有流程对接、志愿者组织、社区通知都是我一个人在做。院长脸上的变化一层接一层，从焦虑到恐惧到讨好。他抓住我的胳膊，小顾，有话好好说，你是周教授的学生，我肯定不会亏待你妈。这样，所有多收的费用我全部退还，每一个老人一个不落。你帮我跟周教授说说好不好？我看着他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了一句：你先处理吧。转身回病房照顾妈。院长站在走廊里，一句话没说，匆匆往办公室走，高跟鞋敲得又急又碎。孙可欣从办公室探出头，被他一把推了进去，门重重关上。院长走后不到1小时，孙可欣出现在病房，手里端着一碗银耳粥。顾姐，之前态度不好是我的错，这粥是我让食堂特意熬的，阿姨趁热喝。妈双手接过去，连声说谢谢。赵健紧跟着也来了，提了一个保温袋。阿姨，我给您带了进口的辅酶 Q10，对心脏恢复好，颗粒自己进的，不收钱。笑容殷切的像对待 VIP 客户。妈一脸惊喜又不安，等他们都走了，小声问：闺女，他们怎么突然这样？你是不是答应补那9块钱了？我摇摇头，没有解释。下午更讽刺的一幕来了，哥哥顾晓明居然出现了。2年来第一次踏进妈的病房，进门嘴上挂着笑。妈，我来了，公司忙到今天才抽出空。一兜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妈眼眶发红，拉住他的手。吴平跟在后面进来，提了一小袋橘子和苹果，最便宜的品种，加起来估计不到20块。笑着跟妈说：妈，我们一直惦记您呢，生意忙脱不开身。妈连连说没关系。哥哥把我拉到走廊，脸上的笑变成试探。听说院长亲自来看妈了，你怎么搞的？你认识院长？没等我回答又说：对了，之前在电话里态度不好是我的错，一家人嘛，别记仇。吴平没忍住跟了出来接上话：小唐啊，你跟院长关系既然这么好，能不能帮你哥也看个？他腰不太好，一直也没去检查。我看了他一眼：哥的腰，嫂子在家帮他揉揉就行了。他笑僵在脸上。哥哥尴尬的咳了一声，想说什么又咽回去。2人在病房又坐了半小时，全程没有再提任何要求，但眼神一直在病房里扫来扫去，像在评估什么。最后他们走了，水果留下了。我看了一眼那兜橘子，没动。晚上收到周教授的消息，他后天从外地回来，决定亲自到医院看一趟，让我准备好所有账单证据。同一天，我收到了单位的正式调令，是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下周1报到。这个调动1个月前就定了，我本来打算把义诊秋季专场的事安排妥当再走，当做临别交接。翻了一遍义诊项目的全部文件，联系周教授对接的只有我。志愿者名单在我手机里，社区协调人认的也是我。2年来，每一次义诊，从场地到物资都是我一手组织的，整个项目的所有关系链全挂在我一个人身上。深夜，陈奶奶的女儿林姐悄悄走到我床边，小声说自己这2天也一直在查账单，不查不知道。他妈住了20多天，被多收了将近200块。更吓人的是，他去问过隔壁几个病房，几乎每个老人都有这个辅助营养素，只是没人察觉。他又压低声音说了一件事，之前有个家属去投诉过，第2天就被通知说病情好转，可以出院了。谁敢闹，命在人家手里。说着眼眶红了。我一边听一边在手机上整理10几个老人的账单截图，药品对比照片，赵健敷衍的对话记录，孙可欣的微信聊天截图，之前做的每一步都留了痕迹。手机亮了，孙可欣发来新的消息：爷，之前的误会都说开了吗？我妈说把你和阿姨全部住院费都免了，你看能不能帮忙跟周教授说一声，
义诊的事千万别暂停呀，好多老人等着呢。后面跟了一个可怜的表情，我没有回复，锁了屏，看了看熟睡的妈。医院确实换回了床位，送来了好药，甚至要免全部费用。可这一切不是因为妈有权利被善待，是因为周教授打了一个电话，如果下一次住院呢？没有周教授，妈和这些老人还是那几个被推到走廊，被偷偷换药，一声不吭的人。我把手机放在枕边。第3天上午，周教授出现在住院部，没有提前通知院长，径直上了3楼。65岁的人走路还是带风。护士站的小姑娘认出他来，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叫周教授好。他点点头，没多说，先去了妈的病房，仔细看了妈的全套病历、处方单、用药记录，又翻看了账单，面色一点点沉下来，指着辅助营养素问闻讯赶来的赵健：这个要不在心内科用药目录里，谁开的？赵健额头冒汗。系统自动匹配的。周教授看着他没说话，赵健把头低了下去。我把收集到的其他患者的账单全部拿出来，整整15份，每一份都标红了一长条目。周教授一张张看，越看脸色越难看，最后把那叠纸重重拍在床头柜上。院长孙丽华闻讯赶来，有护士通风报信，进门时脸上的笑明显僵硬。周教授，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周教授没让他说完，把那叠账单举到他面前。丽华，你来给我解释。院长脸色煞白，开始用老话术，是系统问题，是个别操作失误，他不知情。孙可欣也从后面钻了进来，小声说：是技术部门设置的，不关我。周教授看了他一眼，就一眼。孙可欣闭了嘴，手在裤腿上抖。周教授没跟他们纠缠细节，转头对我说：小唐，义诊的事我决定了，暂停，什么时候恢复，等我通知。然后转向院长：所有多收费的老人，一个不落地，查清楚退还，给我一份书面报告。院长嘴唇发白，还想争取。周教授，义诊关乎那么多老百姓的健康。周教授打断他：我做义诊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不是让你们趁机从他们口袋里偷钱。临走前他又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还有3甲复审的推荐函，我暂时不写了。院长后退了半步，靠在了门框上。周教授走后，走廊里安静得像真空。孙可欣蹲在护士站后面，脸色惨白。赵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没人看见他从哪个方向消失。院长扶着门框站了很久，一句话没说，最后慢慢坐到了走廊的长椅上，就是我之前等了3个小时的那把。周教授走后当天下午，院长带着财务科全组到病房给妈办理退费，不只退了全部辅助营养素的多收费，还按患者服务规范赔了5倍，态度诚恳的像欠了3辈子人情。院长拉着我单独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很急：小顾，你看这样处理行不行？能不能帮我跟周教授说说？我只回了一句：其他老人呢？他咬了咬牙：退，全退，我让财务今天加班全部核完，明天开始逐个通知家属到窗口办理。说完像是被抽干了力气。下午，哥哥顾晓明又出现了，这次不是一个人，吴平也来了，手里提了一个蛋糕盒，进门嬉皮笑脸对妈说生日快乐。妈的生日是下个月的。哥哥把我拉到一旁，压低声音：听说周教授亲自来了，妹妹，你嫂子她爸下个月要做个小手术，能不能？我盯着他看了3秒。哥，这2年妈的医疗费你出过1分吗？他的笑僵在脸上。吴平从走廊赶过来圆场：我们不是不想出啊，真的是周转困难，等手头宽裕了一定。我打开手机，翻出他3天前发的朋友圈，一张在三亚海滩的自拍，配文奖励自己的小假期，定位某5星级酒店。屏幕转过去，没说话。他脸色骤变：那是之前拍的旧图，3天前的定位也是旧的。走廊安静了，哥哥低着头不说话，吴平嘴张了几次，最后扭头走了。哥哥跟在后面，
经过妈病房门口时，步子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走了。蛋糕盒留在了护士站。我回到病房，妈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闺女，你哥他一直这样。”我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没有回答。晚上只有我们母女2个人。灯关了，妈侧过身，黑暗中轻轻说了句：“闺女，这些年苦了你了。”我鼻子一酸，用力握了握她的手。不苦。掏出手机，把2年来的缴费记录翻给她看，197400元，全是我一个人出的，哥哥的转账记录一条都没有。妈盯着屏幕好久好久，最后把我的手贴到自己脸上，什么都没说。掌心感觉到温热的水。第2天去单位办理调动交接手续，义诊项目的全部文件、联络名单、志愿者信息、社区对接记录、历年活动方案整理进一个移交袋。但周教授那边的关系链不在移交范围内，那是我用私人关系建立的，没法移交。同事拉住我问：“你走了义诊谁来管？周教授那边我们谁也搭不上话啊。”我只说：“周教授的事由他自己定，我该做的都做了。”午休时翻出之前整理好的全部多收费证据，10几个老人的账单截图、药品对比照、赵健的对话记录、孙可欣的微信聊天、那笔9元转账的截图。拷到 U 盘，同时云端备份了一份。下午5点，离开单位之前，给院长孙丽华发了一条消息：“孙院长，我下周调到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义诊对接的事以后请直接联系周教授。另外，我已经把全病区系统性多收费的证据整理了一份，做了备份，怎么处理取决于接下来的情况。”消息发出去不到2分钟，院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没接。又响了1遍，还是没接。第3遍的时候接了，那头的声音近乎失控：“小顾你别，你那个证据千万，我们可以谈。”我打断他：“我说了，取决于接下来的情况。再见，孙院长。”挂了电话。走出单位大楼的时候，余晖打在身上，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林姐发来的消息：“顾妹，我今天跟几个家属商量了，大家都想站出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能帮我们吗？”我回了一条：“你们自己的账单，自己的权利，该走什么渠道，我可以告诉你们。”3天后，林姐在本地生活论坛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住院21天被多收了189元，我妈到底吃了什么辅助营养素？帖子里附上了他妈的完整账单截图和处方单上找不到这个药名的对比照，措辞冷静但刺痛，结尾写了一句：“有同样遭遇的家属请站出来。”帖子发出4小时，转了3000多次，评论区涌入上百条类似遭遇的留言，不止这一家医院，但这家最密集。本地媒体的记者在评论区留了联系方式，区卫健委的投诉热线当天收到19通电话，卫健委派人进驻调查。在孙可欣的工作电脑里发现了一个定制的小程序，功能很简单，按条件批量勾选65岁以上住院患者，自动在其账单中添加辅助营养素条目，每天9块。运行记录显示，这个程序已经跑了2年多，覆盖超过1200名老年患者，累计多收金额近50万元。院长试图切割：“程序是可欣自己弄的，我真的不知道。”调查人员从孙可欣手机的微信记录里翻出母女的对话，院长发给女儿的消息：“就加个小项目，金额不要太大，9块差不多，老人不会细看的。”孙可欣回：“好的，妈。”日期是2年零3个月前。赵健也被牵了出来，记录里孙可欣跟朋友吐槽：“赵健那个贪鬼，每帮一个病人添加他，就要2成好处，不然他不肯在系统里打掩护。利益链条闭环。”赵健在办公室被控制的时候腿软了，是被2个人架着出去的。消息传到病房，林姐打来电话，声音哽咽：“退款通知下来了，我妈那份也退了，还有赔偿。小顾，谢谢你。”我说：“你自己站出来的，不用谢我。”周教授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疲惫，但也有一种释然：“小唐，义诊不会停，但这家医院不做了。你那边新单位对口的医院条件怎么样？
帮我接洽一下。哥哥顾晓明在家族群发了一条消息，艾特了我。我妹在医院搞出这么大动静，搞不好要连累全家，你们别怪我没提醒。吴平转发了那篇帖子到群里，加了一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出了个维权斗士，丢人。亲戚们这次安静了，没有一个人附和。第二天一早，2辆治安官的车开进了医院。孙丽华是在院长办公室里被带走的，走的时候还在拨孙可欣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孙可欣比他早半个小时被控制，赵健被吊销职业资格，涉嫌的2年违规所得全数冻结。卫健委在调查过程中对辖区内多家医院启动了专项审查。孙丽华任院长5年间经手的违规资金超过50万元，全部移交治安官。后来公堂开了庭，孙丽华被判有期徒刑6年，孙可欣3年，赵健4年。涉及的1200多名老年患者全部收到退款和补偿。退款通知下发那天，陈奶奶拉着女儿的手说了句：“原来那9块钱真不是药啊。”哥哥顾晓明在家族群发了一条道歉，措辞别扭，看得出是被逼的。二姑私信他说：“你妹妹花了20万照顾妈，你1分没出，这事儿传出去，你的脸还要不要？”他开始每月转2000块到妈的账户，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亲戚们集体施压。吴平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文案：家人是一辈子的，什么误会都会过去，红心配了一张全家合照，P 掉了我。我刷到后笑了笑，没有点赞。妈从旧医院转到了我新单位对口的市中心医院，主刀的心内科医生是周教授亲自推荐的老朋友，手术做了3个半小时，很成功。医生出来跟我说，心脏功能恢复的会比预期好。义诊换到了新医院，第1期办下来，规模比原来大了1倍，覆盖3个社区。周教授在活动结束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以后你就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正式的。我低头笑了一下。好的，教授。1个周末去医院接妈出院，妈坐在轮椅上，气色比住院前好了很多，低头摸着我推轮椅的手，说了一句：“闺女，那9块钱的事，妈一直觉得你做得对。”我眼睛热了一下，没接话，用力推了一把轮椅。出院缴费窗口，拿着最后一张结算单逐条核对，翻了3遍，1分不差。推着妈走到医院大门口，手机震了一下 ，App 弹出一条提醒：退款通知，用户孙可欣向您发起的9.00元转账因对方账户已被冻结，资金已原路退回。看了一眼，嗤笑一声，把手机揣回兜里，推着妈走进了门外的阳光。义诊在市中心医院落地那天是周六，周教授比预定时间早了半小时，站在门诊大厅看了一圈新布置的义诊通道，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径直走进诊室准备。第1期登记了140多个号，比旧医院的时候多了近1半。3个社区的宣传是我提前2周铺下去的，通知贴到了每栋楼的单元门口，居委会主任都很配合。上午9点半开始接诊，队伍从诊室门口一直排到大厅拐角。林姐带着陈奶奶来了，老人坐在轮椅上，气色比住院时好了很多，看见我就伸手拉住袖子：“闺女，这个医院真能免费看？”我蹲下来跟她说能，她松了口气，拍了拍顾小棠的手：“那就好，那就好。”林姐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了件事：就医院的患者家属们建了一个群，200多人，好些老人到现在还不太敢去医院，怕再被多收钱。他问能不能在义诊的时候给他们留几个号，我说不用留，正常挂号就行，义诊对所有人开放。他点了点头，眼眶红了一下，没再多说。中午周教授休息的间隙，我给他送了份盒饭，他接过去没急着吃，看着窗外的天说了句：“小唐，就医院那件事之后，有几个同行私下跟我说，让我别跟你走太近，说你太较真，不好相处。”我端着盒饭没动筷子，他低头扒了一口。我说较真好，这年头较真的人太少了。下午义诊结束的时候，我在整理志愿者签到表，一个护士过来说门口有人找。
走出去一看，是哥哥顾晓明，一个人站在医院大门外的花坛边上，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盒牛奶和一袋核桃。看到我出来，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了，站在那里进退两难。我走过去，他把塑料袋往前推了推。给妈买的，你帮我带过去。我接过来看了一眼，跟上次那都最便宜的橘子比，这次的东西稍微像样了一些。自己送。他低下头。妈不接我电话。我顾小棠看了他一会儿。那就直接去找他。他还是站着不动，嘴唇动了几下。他还在生气。我没有替他回答这个问题，把塑料袋还到他手里。妈住在中心医院对面的康复公寓7号楼302，每天下午3点到5点在公共活动室。他接过袋子，点了点头，转身走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又回过头。晚秋那个嫂子她。你嫂子的事你自己解决。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拎着塑料袋往医院对面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路口。晚上去康复公寓接妈吃饭，推开活动室的门，妈正坐在窗边沙发上跟隔壁的王阿姨下象棋。桌上摆着几盒牛奶和一袋核桃，塑料袋被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棋盘旁边。我问谁送来的，妈没抬头，落了一颗棋子。你哥啊。待了多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语气很淡，不像是原谅了，也不像是在生气。王阿姨起身去倒水，路过身边的时候小声说了一句：你哥来的时候你妈没怎么说话，走的时候送到了电梯口。推妈回房间的路上，她突然开口：你哥转了2000块到我卡上。安，是你让他转的？不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那就先收着吧。我没有多说什么。1个月后，吴平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新动态，照片是他跟哥哥在一家苍蝇馆子里吃饭，2个人面前各一碗面，背景是灰扑扑的墙壁和油腻的桌面，跟之前5星级酒店的画风判若两人。配文写的是回归生活。翻了翻他之前的朋友圈，三亚自拍、进口护肤品的9宫格全删干净了。最近半个月全是这种调性，旧货市场淘的花瓶，自己做的午餐，周末去公园的随手拍。林姐在微信上提了一嘴，说听说哥哥的建材生意出了问题，亏了不少，嫂子闹过一阵，后来又消停了。我没有主动去了解，不恨，但也不准备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周教授的义诊稳定下来之后，每季度1次很快变成了每月1次，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心血管筛查专项通道，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检测。这个通道是我打报告申请的，新单位的主任看了一眼，抬起头，专门针对65岁以上。他大概猜到了原因，签了字没多问。每次义诊结束，我都会亲自核对当天所有的费用明细。同事笑我较真，说公立医院不会乱来。我笑了笑没解释，就医院那边的事情一直在收尾。卫健委的专项审查从1家铺开到辖区7家医院，最终查出3家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收费，金额最大的一家累计超过80万，涉事的2个科室主任全部被移交治安部门。孙丽华在拘留所里写了3封检举信，牵出了上游的医药采购回扣链，赵健被追加了第2项罪名。孙可欣始终没有认罪，庭审上一直喊冤，说自己是被母亲指使的，说顾小棠公报私仇，说9块钱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主审官宣读完证据链之后，他不说话了，低着头坐在被告席上一动不动。公堂裁定下来的那天，林姐发来消息，小顾，全区通报出了，以后住院费用系统会自动公示每一笔收费明细到患者端，家属随时可以核对。底下附了一张卫健委文件的截图，标题是关于进一步规范住院费用信息公开的通知，落款日期就是本月。我盯着那份文件看了很久，从9块钱到一份全区性的制度改革，中间隔了2个月。陈奶奶的女儿再次带老人来义诊的时候，顺便提了一件小事。他妈在康复期间经常跟同病房的老人聊天，逢人就说，以后你们去医院交钱，一定要自己看清楚每一笔，看不懂的让儿女帮你看。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中气十足，
跟住院时在走廊上缩在家床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林姐说，有好几个家属因为这件事开始认真核对账单了，有2个人真的查出了小额的异常收费，不是故意，是系统老旧导致的重复计费。医院二话没说就退了。我听完没有特别的感受，如果非说有，大概是觉得当初按下去的那个拨号键没有白按。春天的时候，妈从康复公寓搬了出来。如果非说有，大概是觉得当初按下去的那个拨号键没有白按。春天的时候，妈从康复公寓搬了出来，各项指标稳定，医生说可以回家正常生活了。我在单位附近租了一个2居室，朝南采光好。搬家那天叶青来帮忙，搬完了她赖在沙发上不走，说要蹭顿饭。妈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做了4个菜1个汤。叶青吃了2碗饭，走的时候站在门口打了个饱嗝。阿姨做饭真好吃。妈站在厨房门口笑了，眼睛弯成2道缝。叶青走后我洗碗，妈坐在客厅看电视。洗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把声音调小了。闺女，晚，以后别租房了，我那套房过户给你。我关了水龙头。妈，你说什么呢？她从沙发上转过身来看着我。你爸走之前跟我说过的话，这个家以后靠小唐。这2年我一直装不知道，其实什么都看在眼里。你哥不争气，我不能让你又出钱又出力，最后什么都剩不下。我站在水池前面，手上的水一滴一滴落在不锈钢盆里。妈又转了回去，把电视声音调大了。就这么定了，回头去办。夏天的一个傍晚，下班路上经过一家药店，门口的电子屏滚动播放促销信息，某品牌辅酶 Q10进口的，跟当初赵健送到病房的那个牌子一模一样。屏幕上标着价格128元1盒。我站了2秒钟，进去买了1盒，出来拎着袋子往回走，路过一家面馆，门口的价目表上写着素面7元，加蛋8元，加臊子9元。看着那个酒愣了一下，推门进去坐下来，跟老板说来1碗加臊子的。面端上来热气腾腾，臊子放得足，吃了一口很实在。吃完从馆子里出来，太阳正在落，把半边天烧成橘红色。手机响了，是妈发来的语音。闺女，排骨炖好了，你回来吃，别在外面凑合。我加快了脚步。